你来，准有急事儿。顾大人，弥和找你，是有件事要请教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听说，你给守城门的把总下了命令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一律不得开城门，是吗？我还听说，哪怕有巡抚大人、总督大人的手谕，也不得开城门，是吗？这么说，就算米和求你，你也不会开城门了，是吗？顾大人，要是米和告诉你，如果不开城门的话，这杭州城内163名官员就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开城门，你也不会开，是吗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顾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此次米和来找你，是求你恩准，在今夜上更时分，将所有的城门全部都打开。你要放流民进城啊？对，放流民进城。这么说，你活够了？杭州府衙大小160、170号官员，全活够了？不是活够了，而是还想活。流民进城，谁也活不了，就连我这糟老头子也难逃一死。要是流民进城，他们不闹事呢？他们饿的肚脐眼儿都贴了脊梁骨了，会不闹事？要是米和带着这杭州城内所有的文武百官，对流民说，如果谁闹事，就踩着我们的脊梁骨过去，他们还会闹吗？书生，真是书生啊！流民成群，变成流寇，历朝历代如此，连这都不懂，你还做的什么官呢？顾大人，城门之外与流民的3日之约今晚就要到期，城外那暂且纹耳不动的流民，这3日之内又饿逼了400余人呐！群情已逝如火，一刻也不能容缓。杭州城内那存有8仓粮食的洪八良，虽已答应开仓放粮，但用心险恶，他只答应将粮食在城内发放，而不准把粮食运往城外。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让流民进城，然后借流民哄抢粮食为由再封仓门，此招极其易怒。他这样做，他的粮食是保住了，可结局呢？结局会有2种：其一，流民哄抢粮食，陆营兵严以镇压，将流民驱散；其二，流民真的被逼为流寇，在杭州城内外与官兵展开血战呐！这2种结局，也必然导致2种结果：一，兵民血流成河，横尸满地；二，这杭州城内160多名官员，人人负甲入狱，斩杀刑场。顾大人，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，现在唯一的办法，便是铤而走险，设法让流民平静入城，然后平静取粮。只有此法，才能避免这一触即发的血光之灾呢。顾大人，顾大人，下令开城门吧。我还能去哪里？我去给城门枷锁。你水来喽！喝水了，水终于来了！哎，又有水了！
信在哪儿了？信在哪儿？信在这儿，在这儿，你看。乱则死。卢大人，你少爷说，天黑之后就请卢大人带刘明进城。他说他会带着全城的文武百官，打开城门，出城接人的。城里真的有粮。婵儿姐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婵儿，婵儿姐，婵儿，你少爷说了，只要刘明福找不到，就会有粮吃的。儿子，国人要用脑袋撞开城门吗？有句话叫做肝脑涂地，顾大人听说过吗？有句话叫鱼死网破，你大人听说过吧？请顾大人三思。大好城门何必成为碎炉之墙？你大人三思了。大好的头颅何必来个飞鸿见白？请顾大人让开，免得溅你一身腥血。请你大人让开，免得误你一些老痰。这么说，顾大人是不想开门了？这么说，你大人是不想回头啦？让开！
站住！郭大人，你不该这样啊！不，别开！钥匙！乡亲们，不能这么进城啊！不能这么进城啊，乡亲们！茶儿，你们不能这样进城啊！不能这样进城啊！乡亲们，给剪子，干什么？大人，你知道有个女子叫柳寒月吗？柳寒月。卢大人不想听到这个名字。你想不想听是你的事情，可这把剪子你得收下。说，柳寒月还让我告诉你，这把剪子是你活命的希望，也是大家活命的希望。说，这剪子干什么用？剪你的官袍。剪我的官袍？对呀，剪官袍。你可知道，这官袍是圣上恩赐的灵器。按照大清律，朝廷命官要是毁损官袍是死罪。流民就这样涌进城去，大人不一样是死罪吗？如果这把剪子能让流民安安稳稳的进城，大人就算是获得死罪，不也值得吗？说，怎么剪？剪成碎片。剪成碎片？对，剪成碎片。寒月说了，大人如果将官袍剪成碎片，发给流民，当做进城领米之券。这不把本官的身子割成肉块了吗？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办法。别光喊好，快剪啊！你们都看着我！也许你们不会知道，朝廷命官看重的不是家产，不是妻儿，而是这身袍子。这身袍子来之不易呀，10年寒窗，够吗？不够。20年跌打滚爬，够吗？也不够。要让这身袍子陪着自己到白头偕老，没有30年、40年，风来雨去，起早摸黑，担惊受怕，苛苛贵贵，甚至劳尽熬出，扛家披索，不行了。可是我现在要把这身2品大臣的袍子剪掉，我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让你们拿在手里，作为领米之券，凭此为证。你们进了城，到粮仓去领粮食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只有一个意思，我是让你们相信我，
让你们不要乱，让你们安安稳稳的，每一个人都能领到一份粮食。我的话，不知道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好啊。可是有一条，你们还不明白，就是我手里的这把剪子，要在这个袍子上一开剪，也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剪掉。按大清律，毁损官服者，杀无赦。诸位父老兄弟们，你们都是穷人。如果你们是富人，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。正因为你们是穷人，才知道饿肚子的难受。有些私下里的话，我卢卓也敢说了。以后，等你们吃饱的时候，别忘了给我留一口。到来年我卢卓1周年的时候，记一记我。卢大人，您别剪袍子了，我们就听您的了。不，要剪。我卢卓是个君子，君子说话从不改口。可惜啊，我这个袍子太小，就是剪得再碎，也不够你们分呐。发生在乾隆元年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流民案，随着一把剪子的张合而告结束。许多年以后，当米和有可能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，他也许会想，这个事件对于他的漫长的宦海生涯来说，并不十分精彩。但是，却再也不会有如此精彩的细节充填在别的事件之中，而让他一再玩味了。因为将这些细节精密地任合在一起，而让整个流民事件充满生死魅力的那个女人，已经远他而去，使他甚至连面对面做一次谢意的机会也没有留下。李大人，卢大人有请。
卢大人，李和，朕粮已经运到了浙江。我知道了。好，请坐。还有一件好事，皇上已经颁下旨意，念咱们浙江官员平息流民潮有功，不再计较捡官袍之事。咱们这110代口袋官员是死而复生啊！这是预料中的事。卢大人，朕粮既然已经运到了，你打算如何放赈呢？当然是办粥厂了。哈，依我之见，办粥厂果然要紧。可是还有一种办法，叫做以工代赈。以工代赈？你说说看，何为以工代赈？如今运河断流漏底，正是疏通河道、垒高河堤的大好机会。如今收留的流民已达6、7万之众，若是将他们遣返故里，看来不行。灾荒未去，回家之后无工可做，还会出来逃荒，重新会为流民。若继续用赈灾之粮养着他们，不派义工，他们也会因无事可做而滋事生非，这也非长久之计。米和以为，趁此赈粮运到的机会，定出章程，除老弱病残及年幼儿童者外，凡去运河做工者，按量发一口粮，这就叫以工代赈之法。此法甚好啊，可谓是一石四鸟，既安定了灾民，又改造了运河，也使王后的运河漕运和灌溉有了保障，也是那皇上的赈灾之粮分发有了主次。此事我已同高大人讲过，高大人已去运河大堤划定疏通垒堤的地段。那新任的河道营把总许三金业已上任，可由他负责工程指挥及赈粮的发派事宜。好，从明日起，我也去运河挖泥，松松我这身老骨头。哎，顾宗大人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好，我已去过顾大人那里，郎中为他接了骨，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如果养得好，不会有大碍的。李和，你到产儿房那边去了吗？昨日去过。他今日如何？还是不开口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孩子不在了，伤了他的心呢。米和，你跟婵儿到底该如何？不要再这样拖下去了。你见过柳寒月了吗？我想今晚就回一趟米镇见见她。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啊！这次流民大案，要不是有她，怕是又一番光景。米和，你记住，才子难得，才女更难得，不要失之交臂啊！卢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，在婵儿和寒月之间，我应该选择寒月结为夫妻了？可米和看得出，这不是卢大人的真心话。你来了，这么晚我让你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我让你来找我，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一件老爷的事。这件事是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老爷没有秘密，我与老爷相处多年，从未发现老爷藏有秘密，更不用说是天大的秘密了。你以为你真是天下第一才女吗？不，你不是。你可以对京城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了事如神，
你也可以用你巧妙的计谋，帮助米河渡过生死难关。但是你却在一个人面前瞎了你的双眼，这个人就是老爷。老爷的事从来不瞒我，更何况他想瞒也瞒不住。庞庞，有话你就直说，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我能下决心这么大半夜把你请来，我对你就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。韩月，你先告诉我，你真的很敬重老爷吗？是老爷把我从难见天日的藏书楼里接了出来，他是我的恩人。我对老爷做下的一切事情，不仅仅是敬重，而是报恩。如果我对你说，老爷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你会觉着我用心残忍吗？你对老爷不也是忠心不二吗？为什么要揭老爷的短处呢？我揭开的不是老爷的短处，而是老爷的一笔巨大的财富。巨大的财富？老爷清贫一生，难道还有什么财富留在人世？有，而且多得惊人。我要走了。韩月，难道你就不想亲眼看看老爷这笔财富吗？在哪儿？拿着。亲眼看到了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这都是老爷30年所收受的不义之财，你信吗？
少爷，哎，少爷，韩月，韩月。韩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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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叔子，小叔子，小叔子。小叔子，小叔子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你告诉我，有韩月去哪里了？好吗？你说，有韩月去哪里了？刘品月呢？还有小叔子。老爷开眼，千万别让李家出事。老爷开眼，千万别让李家出事。老爷。庞管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庞王一直在伺候着老爷。少爷来过了，没有找到韩月，又去了。他不该去啊！哎，你是说他不该去找韩月？他不该找。为什么？哼，他找不到啊。庞管家，这么说，你一定知道韩月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庞管家，你就告诉我吧，我也好给少爷捎个信儿啊！啊？哎，你，我大早给你跪下了。哎，别跪！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蜡烛啊，白蜡烛啊！
是什么做的？这是蜡做的呀。蜡做的啊？我看不像。这，你看，它像根骨头，像个人的骨头。不，庞管家，你别说了，你。庞管家，你快告诉我吧，韩月去哪儿了？找到韩月并不难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那，在蜡里头。是。米大人，你喝酒了？我米和从不喝酒。卢大人在吗？卢大人去运河大堤了。卢小姐呢？在屋里吗？米大人走了3天，长安小姐的房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长安小姐的房子就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成儿，我最近越来越害怕了。你们正在一个个离开我。你们是谁？是你，是刘寒月，是刘品月，是小叔子。只有离开你，你才会知道，谁也没有离开。你再说一遍。小叔子告诉过我，你小时候在自己怀里孵过一只鸟，后来这只鸟飞走了，是吗？是。这只鸟飞走了，可是这只鸟却让你记住了。婵儿，你是说你也会飞走？如果我能飞走，现在你已经找不到我了。